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家土耳其非常出名的中餐厅啊，光是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安卡拉，它就有7家分店啊。今天我就找一家去试一下。后面就是那一家中餐厅了，门口立着2个巨大的兵马俑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有点好笑。从这个兵马俑上啊，就能看出这个外国人哈是怎么理解这个中国文化的。他觉得这个兵马俑哈能代表中国的这个形象或者是中国文化啊。门口立2个。但是他不知道啊，这个玩意儿在咱们中国人说这是墓里头的东西，咱们一般都不这么用的。门口这片红色的灯光，看上去还有点瘆得慌，怪吓人的。晚上可能在老外的理解中，这个红色哈也是能够代表中国的东西，所以进门口的地方呢，布置一片红彤彤的灯光啊。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哈，这个圣诞树还挺好看的。这门口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装饰的这种感觉啊。今天是一个周末，然后这个餐厅里的生意非常的好啊，全部都基本上全部做满了。然后我也是稍微等了一下位置才进来的，说明这个中餐厅啊在这边确实还是挺受欢迎的。这个是他们餐厅的一个菜单啊。其实这个中餐厅啊开在了国外就分为2种，一种呢就是外国人开的，外国的那个厨师；一种是中国人开的，中国人的厨师。这个餐厅里头啊，我光看这个菜单和这个图片我就知道啊，这一家餐厅呢就是非常纯的这个外国老板开的，外国厨师做的这种餐厅啊。从这些菜的这些摆盘啊，这些取的名字上啊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味道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这家餐厅说是中国餐厅啊，它的名字叫做 Quick China， 但是呢实际上它的菜式算是亚洲菜啊，这个日本菜、韩国菜甚至印度菜的都有啊。而且从它的这个装修上来看的话，也是中西结合吧，就没有太多的这种中国元素啊。除了这个餐具啊，餐具是筷子啊，没有刀叉，然后还有桌子上呢有一瓶这个小瓶的一个酱油，其他的话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中国元素啊，比较改良化的中餐馆。服务员给我上了一个这个玩意儿，不知道是啥，就一个竹签上插了几串这个好像是炸的那个小块的肉啊，就是炸的那种鸡肉粒啊，作为这种餐前小点，这种习俗的话可能还是更加的土耳其化一点，仪式感还是挺好的啊，挺精致的。就是这个从这个分量上来说，可能过于的寒酸了吧。炸鸡块的意思大概就是类似于咱们国内啊去餐厅啊吃饭等餐的时候，餐厅给你赠送的一盘瓜子啊，一盘花生这么一个意思啊。上菜了啊，看着这个阵势，感觉还是应该挺正宗的，看这个看相也还行啊。这个菜啊端上来我都开始忘记了我刚刚点的这个是个什么菜啊，看上去有点像川菜里面的那个宫保鸡丁，看相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这里头的配菜呢也没有宫保鸡丁里面的那种什么腰果啊、花生之类的，就是鸡块加上这个蘑菇啊，因为土耳其这边的其实蔬菜的品种非常的少啊，很多菜里面都会加这种蘑菇啊，它居然是甜的，看上去这个看相我觉得还是非常 OK 的，至少是在及格线以上了啊。看上去它怎么着也得是个辣的，但是吃上去它居然是甜的，这味道太奇怪了。这就是我点的一份白米饭啊，这个白米饭也是装的还挺精致的。这份米饭的价格是28里拉，也就折合人民币大概14块钱左右啊。这个米饭应该算是我吃过的应该算是最贵的一份米饭了。就是炒面也是一股带着甜甜的味道的一个炒面，我感觉就像是吃那种泰国菜，类似泰国菜，有一些菜里面它就是偏甜的那种感觉。这个我感觉就是去泰国深造了的土耳其厨师做的。这道菜是所谓的腿板牛肉，看师傅的刀工。这个牛肉感觉就像一个肉球一样，你都说不清楚它切的是片儿还是块儿啊。就这个厚度呢，可能有两个手指那么粗啊，这么大一块肉，这个刀工确实我挺喜欢。这个味道啊，接上去也是这个鸡肉，应该是绝对是一个师傅炒的，也是偏甜啊，太奇怪了。刚从巴基斯坦回到土耳其啊，好久没有好好的喝点鸡排了。今天打算呢找中餐馆啊点2个小菜，好好的喝点啊。但是呢，这俩菜我觉得我是点翻车的，感觉真的有点糟蹋这酒，但是没办法，将就吃吧。这杯菊花白，请大家干杯。
顿饭总共是花了251里拉，还好不是250，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120多块钱。价格的话其实也不算特别离谱啊，但是整体的感受啊，我觉得还是挺失望的。作为一个土耳其他们本地啊非常大的一个连锁中餐品牌土耳其人是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菜的，但是我去吃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吃不惯啊。受老外喜欢的这种中餐啊，跟咱们中国人喜欢的中餐真的是两码事啊，两个概念。